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安安，我是斯坦。首先呢，我要非常感谢这周加入的赞助人，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透过每个月请我喝一杯饮料的方式来鼓励我的自由创作。影片下面会有 Patreon 这个网站的连结哦。台湾的民主是奇迹，也是台湾人的骄傲。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浮夸，对于今天的你、我、他，就像是氧气一样，是那么自然的存在。但是台湾变成民主国家，不是咻一下就变出来的事，而且当你去了解整个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后，就会觉得心酸酸的，而且更加想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曾经在那些快要睡着的课堂上，老师在台上口沫横飞的讲课，告诉爱听不听的学生们，关于台湾祖先流血流泪，历经家庭破碎、恐惧和抗争，才争取到今日的民主。也许那天你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没关系哦。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年的台湾是怎么由蒋家跟国民党掌控的集权世界，转变为现在这个具有普世价值、有令人热血沸腾的选举制度、有各种保障人权与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哦。那台湾到底发生过哪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呢？原来每到总统大选时，那些比8点档还要精彩的政论节目能在电视上播出娱乐观众，是付出超多代价才能有的。从国民党来到台湾，就有大大小小的抗争，这也表示台湾人对政治的参与感根本就是存在 DNA 中。最早是从1960年的雷震事件到197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幅度跟频率开始上升。今天我们从中立事件说起。中立事件是1970年代台湾人想要蓬勃发展党外运动的关键事件之一。1977年徐新良参选桃园县长时，中立选区发现国民党违法作票，让积怨已久的中立民众感到十分不爽，于是气到包围警察局。这场抗争持续到傍晚，在黑暗中，警察居然从制高点开枪，造成中央大学的姜文国院里人头部中枪不治，另外一位19岁的张志平中立人也重伤不治，还有一个未成年16岁的男生刘世荣受重伤。1979年1月。高雄桥头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前高雄县长于登发跟儿子于瑞妍，这是蒋介石戒严后在台湾第一次的示威游行。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以民主自由为诉求发起集会游行，目的为要求终结党禁和戒严。期间还有理着平头、佩戴青天白日徽章的不明青年人士混入群众，对着演讲者丢鸡蛋挑衅。外围的政报部队还将群众包围，并同时释放催泪瓦斯、照射强力探照灯，一边逼近抗议群众，一边逐步缩小包范围，最后导致警民冲突。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许多重要的民运人士遭到逮捕与审判，其中施明德原先以叛乱罪被判死刑，但因为在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各界的压力下，改判施明德无期徒刑外，其余被捕抗议人士则判以有期徒刑。这个事件在日后对台湾的政局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台湾民众也是在发生美丽岛事件后开始觉醒，并关心起了台湾政治，在往民主的道路上，毕竟还是崎岖难行的。随后陆陆续续又发生林宅血案1980年，陈文成命案1981，刘江南命案1984，并再次撼动国际社会。而且这一切与国民党政府脱不了关系。国民党在国际舆论以及党外势力不断挑战的压力下，只好逐渐放弃执行一党专政，并解除持续38年的台湾戒严令，并开放党禁、报禁，逐渐放开走向民主化。而日后在美丽岛大审判的8位受刑人中，除林鸿轩外，其他7位受刑者出狱后都曾担任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或代理主席。刘秀莲更曾任副总统，姚嘉文曾任职考试院长，陈菊曾任高雄市市长与总统府秘书长，施明德与张俊宏则曾担任立法委员，林鸿轩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86年，党外正式组党，也就是民进党成立。1987年发起了228平反大游行，由陈永新、
郑南榕、李胜雄、林宗正的策划与带领，开启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228平反大游行活动，同时也是挑战228事件这个被尘封40年的世纪大警记。1987年519戒严示威行动，或叫519绿色行动，党外人士要求国民党解除戒严，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聚集在国父纪念馆，抗议国民党38年来的戒严统治与言论自由打压。其中一位外籍人士也加入示威游行中，还用铁签剪开巨马，只要戒严，不要国安法，就是当时的口号。终于到了1987年7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除长达接近40年的戒严，而主张戒严的519绿色行动也算是推动民主再往前进的幕后功臣之一。然而好景不长，1987年8月随后又发生蔡有全、徐曹德台独案。早在1960年代中期，徐曹德就清楚地意识到台湾应该独立。1987年8月30日，142位因国民党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聚集北市国宾饭店，成立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蔡有全是当天的会议主持人。大会讨论组织章程时，会长徐曹德要求把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组织章程。虽然戒严，但台独思想仍然挑战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尤其还是以团体组织章程推动理念，这是国民党完全不能容忍的。蔡有全跟徐曹德成为戒严后3个月第一批政治犯，一直到1990年4月4日才假释出狱。同年5月20日，时任总统李登辉才发布特赦令，恢复徐曹德等在内14人被褫夺的公权。1987年12月25日，国会全面改选示威，民进党发起国会全面改选运动，发起包围中山堂大型示威活动，当时有万名群众跟数万军警对峙，示威者大声喊“老贼下台”。国会全面改选，抗议人潮还占了西门火车站，一共阻止了2班火车的前进。1988年发起了520农民请愿运动，台湾农民首部大规模走上台北街头，要求政府保护农民权益。国民党以强势警力镇压，持续19个钟头，街头流血冲突，政报警察踩过手无寸铁的农民头上，棍棒打在农民、民众、学生跟采访记者身上，造成鲜血淋漓，哀鸿遍野，更激发了人民对国民党政权更强烈的不满。在层层政报警察的戒备下，立法院的匾额被战役化拔下来，双方冲突留下满地石块。这是台湾解严后首次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的社会群众运动。1989郑南榕自焚案，1989年4月7日，郑南榕为了捍卫主张台湾独立的言论自由，拒绝被国民党拘提，在他的杂志社因火自焚。郑南榕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信念跟价值的坚持跟精神，感动成千上万的台湾人，也点燃第2波台湾人大觉醒运动。随后在5月19日，社会运动工作者詹益化也跟随郑南榕，以自焚在总统府前结束生命。詹益化在日记里写着：“人民有权革命罪恶的政权，必要时以人类最高情操解决自己的生命来抗议它。”1989年9月26日，凡人团恶法游行，24个以台湾为名而没有办法获得登记的社团，用戴口罩、捆绑手足的方式发起法人团恶法的大游行。人民有自由结社权。1990年3月，有一批学生和教授以国会全面改选为诉求，发起野百合运动，而数十万民众受到感召，并纷纷自愿加入抗议活动，并挤爆了自由广场。野百合学运对台湾政治局的影响是多面向的。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当时学生的4大诉求对于台湾政治发展而言，确实为1990年代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再往后10年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级改革及政权和平转移。而对校园文化而言，当年的学运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逃避政治，奠定了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对政治的敏感度。1991年反阅兵废恶法行动，在李正远博士带领下发起100行动联盟，
要求废除刑法100条，要求废除黑名单，释放回台被捕的台独联盟盟员。1991年1月发生4.17反对老贼修宪游行，民进党发动上阳明山中山楼大游行，近3万民众参与。1991年5月9日，国民党以参与台独会为由，进入清大校园逮捕学生，引起众怒，学生跟教授纷纷加入声援台独会的大游行。他们主张台湾人民有权决定台湾前途。1992年发生了总统直选运动，历经6天6夜的抗争，国民党的政暴警察跟喷水车永远无法抵挡人民要求。总统直接民选的决心，终于在1996年，台湾人完成第一次台湾人民直接民选总统。哇，看完这些历史的概述，有没有发现原来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真的一点也不轻松，而且也不只有几个特别重大的事件就成功了，完全是一点一滴花上几十年的时间跟精力才累积起来的。而且每一段故事，我们现在能够用轻松自在的方式述说，但实际在当下发生时，都是触目惊心的画面。自由不是从天而降的，台湾人对于民主的执着，是推动台湾民主化最关键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那些愿意为台湾言论自由牺牲与奉献的前辈的肩膀之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我们活在那些前辈们做梦才敢想象的世界，只有努力不懈的争取跟抗争，才能改变当时的现况，而台湾也才能成为今天我们存在的这个兼具人权与普世价值的民主国家。像这样的国家，你又怎么不好好爱惜它跟保护它呢？接下来斯坦会拍摄一系列关于台湾的民主故事，介绍一段段让台湾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关键事件。如果喜欢这种内容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留言哦。我是斯坦，我们下次见，拜拜。